今日乌克兰，明日台湾成热门话题。台湾人怎么看俄乌战争？网络数据告诉你，美国到底会不会救台湾？如果台湾真的发生战争，能像乌克兰人一样吗？信息战与心理战比子弹还重要，战争更需要经济的支持。台湾人，如果战争真的来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战争来了，你该做的3件事：逃、战还是观望？你会怎么选？最近，美国悄悄做了一个动作，删除了不支持台独，明居正台湾的重要性超乎你的想象。台湾是美国第一岛链的关键门户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，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、留言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2025年2月17日，俄乌战争进入第1090天。3年前，当俄罗斯坦克开进乌克兰，战火席卷基辅时，台湾人看着新闻，有些人开始紧张，台湾会不会是下一个？这样的想法从一开始持续到现在。当时，今日乌克兰，明日台湾成了热门话题，许多人开始比较两者的地缘政治、军事处境，甚至拿来预测未来。但3年过去了，俄乌战争仍在焦灼地进行着，而台湾仍然是台湾。现在台湾人还关心这场战争吗？大家的看法变了吗？还是说，对于世界局势，台湾人早已经麻木，开始转向另一个焦点：美国到底会不会帮台湾？今天我们回头来聊聊这3年来台湾人对俄乌战争的看法，还有那股不断升温的以美论。2022年战争爆发时，川普还是美国前总统，他公开警告台湾，习近平会学普京，台湾是下一个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网络上开始出现各种讨论。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，我们有海峡。你看乌克兰，靠美国，美国根本不会出兵。我们该学习乌克兰全民动员吗？还是赶快投降？当时行政院长苏贞昌出来灭火，强调台湾的地理位置重要，与乌克兰不同，不用过度恐慌。但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束，而是逐渐分裂成2大阵营。今日乌克兰，明日台湾派主张台湾应该加强国防，别指望别人，要靠自己。今日俄罗斯，明日中共派觉得中国现在的行为更像俄罗斯，问题不在台湾，而是中共野心太大。这2种论点3年后依然是舆论的主流，甚至比乌克兰加油这种单纯支持的声音还要大。台湾人怎么看俄乌战争？根据 TPOC 台湾议题研究中心的数据，这3年来有超过100万留言在讨论俄乌战争，其中有25万直接跟台湾有关。讨论最热的前3大主题是：今日俄罗斯，明日中国 16%， 乌克兰加油 14.3%， 今日乌克兰，明日台湾 10.8%。 从讨论的主题看，台湾人更担心中共是不是变成第2个俄罗斯，而不是担心台湾变成下一个乌克兰。很多人关心乌克兰，但不是真的担心他们，而是担心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。支持乌克兰的声量虽然大，但以美论的声音更大。这3年来，台湾的网络舆论除了关心乌克兰，另一个焦点就是美国到底会不会救台湾。以美论的留言比例高达 25.9%， 这些人对美国根本不信任。看看网友怎么说，看看阿富汗，看看乌克兰，指望美国死得快。美国连俄罗斯都不敢打，会帮台湾？别傻了，美国才是最大的恶魔，到处搞事，台湾只是棋子。这些言论主要来自 Line Today 国际新闻分类 16.4%， PTT 八卦版 13.4%， Line Today 国内新闻分类 10.4%， 蔡英文的官方 Facebook 7.5%。你会发现，这些以美论不只是来自匿名论坛，甚至连蔡英文的粉丝都有人在骂。俄乌战争打了3年，台湾人也跟着纠结了3年，不自觉的会把台湾和乌克兰比，把俄罗斯跟中共比。可战争3年，乌克兰人都是怎么做的？我们来看看吧。
当初我们都以为这场战争会像许多军事专家预测的那样，俄罗斯几天内拿下基辅，乌克兰政府逃亡，世界进入后乌克兰时代。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，乌克兰还在打，而且还撑了3年。如果战争发生在台湾，台湾会怎么办？他们能像乌克兰人一样挺过来吗？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乌克兰人在这3年里都是怎么做的，他们又给了台湾什么启示？第一件事，全民动员，不是嘴炮。你是键盘勇士还是真勇士？还记得战争刚开始时，世界上多少人都在网络上留言乌克兰完了，俄罗斯1天就能打下基辅，泽连斯基要逃跑了。结果呢？乌克兰人没有选择投降，而是选择了全民动员。开战不到24小时，乌克兰就宣布18到60岁男性不得离境，所有适龄男子必须留下来保卫国家。你能想象如果台湾发生同样的事，你会留下来还是直接去机场？在乌克兰，餐厅老板变成战地厨师， IT 工程师变成无人机操作员，退休阿公阿妈变成情报搜集员，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角色。国际上无数海外乌克兰人回国参战，甚至还有外国志愿军来帮忙。你觉得如果台湾有事，海外台湾人会回来吗？还是说加油之后继续待在国外？关键问题是，如果台湾有事，你愿意上战场吗？还是觉得有人会打，不需要我？第二件事，信息战与心理战比子弹还重要。乌克兰能撑住这么久，不只是因为他们会打仗，更因为他们会打信息战。战争刚开始，乌克兰就掌握了宣传主导权。泽连斯基一开始就在基辅街头录像片说：“我没有逃跑，我还在这里。”瞬间让整个乌克兰士气大增。乌克兰用社群媒体打舆论战，无论是 TikTok、X、Facebook， 甚至 YouTube 短片，乌克兰用各种方法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英勇，争取国际支持。网友与宣传机器，很多俄罗斯假新闻刚出来，几分钟后就被乌克兰网友打脸。问题是，如果台湾有事，你会如何应对信息战？你有能力分辨假消息吗？还是会被恐慌性讯息影响？第三件事是经济战，当你没钱，战争更难打。你觉得3年来，乌克兰是怎么养活4000万人的？战争不只考验军队，还考验国家的续航力。乌克兰这3年来，经济一度崩溃，基辅的街道上曾经都是失业者，但后来他们都找到了新的经济支柱。产业转型方面，乌克兰的 IT 产业照常运作，他们的工程师继续接外国单子，甚至在战争中发展出超强的无人机技术。如果台湾战争开打，科技业还能运作吗？人民的适应力，乌克兰人发现，你不可能等战争结束才开始生活，所以他们继续经营咖啡厅、酒吧、餐厅，甚至有人在战区开夜店。真的有。问题是，如果台湾有事，你会选择留下来继续工作，还是直接躺平等别人来救？最后的问题是，如果战争来了，台湾人能像乌克兰人一样吗？乌克兰人的韧性让全世界都惊讶，他们没有等着世界来救他们，而是自己站起来创造奇迹。但台湾呢？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如果台湾发生战争，你愿意留下来吗？还是直接逃？你能够分辨信息战，还是会被恐慌和假新闻影响？你有能力让自己在战争期间生存，还是会等政府来救？这不是要吓你，而是要问你，如果战争真的来了，你会怎么做？现在留言告诉我们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是选择先买机票再说？这不是电影《捍卫战士》的情节，也不是某个 YouTuber 的生存游戏挑战，而是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问题。如果战争真的来了，你会怎么办？你可能会说，不要乌鸦嘴了，这种事还早吧，甚至直接翻白眼。台湾不是已经习惯每天被威胁了吗？但先别急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，看看大家的选择会是什么。第一反应测试，你是哪一派？来吧，快来看看你的第一反应是哪一种。战士派，国家有难，我当然留下来。观望派，先看看情况，如果真的打起来再决定。逃跑派，我已经在查飞机票了。迷茫派，真的会打吗？
那我要怎么办？不管你是哪一派，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军事迷或政治狂热者才会讨论的话题。毕竟，战争从来不是英雄电影，而是会影响每一个人的残酷现实。你真的有战争意识吗？先来做个心理测验吧，请诚实回答，看看你的心态在哪个阶段。如果明天新闻报道台海爆发军事冲突，你的第一个动作会是立刻关掉电视，继续吃我的卤肉饭，打开 Card PTT 看网友怎么说，开始 Google 战时如何活下来，直接打包行李订最近的机票。如果政府宣布要实施全民动员，你的反应是没事，我还没当完兵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等等，我是不是可以申请去国外读书？真的要打吗？还是媒体夸大？我没有当过兵，我会不会变成炮灰？先想清楚自己的身份，然后决定你的角色。战争来临时，社会不只有士兵这一个角色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。这里有几种选择：战士型，愿意保卫家园。如果你已服过兵役或有相关技能，参与国防可能是你的选择。支持型，后勤与社会维持、医疗、物资、志愿服务，甚至是网络信息战，这些都是关键。避险型，确保家人安全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上战场，有些人会选择保护家人，远离战区。问题是你适合哪一种？想清楚，因为到时候真的没时间思考了。生存准备不只是囤泡面，我们都看过那种灾难片里的场景，超市被抢光，交通大乱，手机讯号消失，所以你需要基本生存准备。粮食与饮水，你家里有足够的食物能撑过1周吗？还是平常连冰箱都空空如也？紧急避难包、护照、现金、药品、充电器、简易医疗包，这些你准备了吗？通讯与信息，当网络断掉时，你知道怎么联系家人吗？有纸本地图吗？如果你现在没有这些东西，建议你至少准备一点，免得哪天后悔。心理准备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战争不只是枪炮弹药，还有信息战、谣言战、心理战，你能承受那种混乱的信息流吗？媒体轰炸，美国已经放弃台湾，政府高层都跑光了，这类新闻你能分辨真假吗？敌人恐吓台湾没救了，快投降吧，你会相信吗？群体恐慌，银行挤兑，超市被抢空，你会跟着抢吗？心理素质比你想象的重要，否则你可能在战争还没开始时就先崩溃了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：如果战争真的来了，你会怎么办？坚守台湾，为家园而战，你是真正的战士，尽可能避战，保护家人，这也是合理的选择。观望情势，看看谁赢谁输。你很谨慎，但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犹豫，立刻逃离台湾，找个安全的地方。这当然也是选项之一，只是你可能要快点计划。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背景、条件、价值观不同。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等到战争真的来了，你才开始思考，就太晚了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。如果战争发生，你会怎么办？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。刚要结束这篇稿子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，不知道对于台湾的以美论是不是会有些帮助。美国的新表态，这代表什么？改变对台政策了，台湾离独立更进一步。这是警告中共，或只是一场外交手段？美国国务院最新的美中关系简介页面中，直接删除不支持台独的文字，并且3次提到中共，语气变得更强硬，甚至指责中共试图操纵及颠覆国际组织。这跟过去美国对台湾的模糊战略不太一样。以前美国常常强调，台湾关系法是基础，美国不支持台独，但也不允许中国武力犯台。一个中国政策仍然存在，美国在这个框架下维持台美关系。但这次的改变让人不禁想问，美国是不是在改变对台湾的态度？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分析，美国这次的动作代表台湾的价值比我们想的还要高。他指出，台湾不只是芯片工厂，还是世界经济的心脏。
很多人觉得台湾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台积电。这没错，毕竟台湾生产了全球90%的先进芯片，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的科技公司都要靠台积电吃饭。但台湾的重要性不止如此。台湾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路线，每天有48%的货柜轮经过台湾海峡，几乎占了全球贸易的一半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台湾被中国控制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全球贸易大乱，货运成本暴涨，经济崩溃。美国、日本、欧洲的科技业直接瘫痪，中国垄断航运，亚洲市场被全面掌控。这比什么武统台湾还要可怕，因为这是一场全球经济灾难。从军事上来看，台湾就像是一道锁住中国的门，是美军第一岛链战略的核心。如果台湾被中国拿下，美军的亚太防线会变成这样：南海变成中国的内海，菲律宾、日本、美国的影响力大幅下降，美军在亚太的军事基地直接暴露在中国飞弹的威胁下，印太战略崩溃，美国的盟友开始怀疑美国的安全承诺。换句话说，台湾不只是自己的命运问题，而是整个印太战略的关键。如果美国放弃台湾，那就等于让中国直接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霸权，这对美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事情。明居正还强调，如果美国丢掉台湾，影响的不只是军事、经济，甚至还会让美元霸权动摇。美国删除不支持台独的立场，让台湾的处境变得更微妙。乐观派认为，这是美国强化对台承诺，对中国施压，台湾可以更有信心。保守派则担心，这可能只是外交手段，美国未必真的愿意为台湾开战。但无论如何，台湾人应该认清一个事实，台湾人的价值远比想象中重要。这次美国的动作代表世界正在改变，而台湾正在走向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那么你怎么看？留言告诉我们，你觉得美国真的会保台吗？还是这只是外交手段？不过有一点也是很清晰的，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是要实现世界和平的。好的，感谢你一口气看到最后了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